手指发麻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大多数人呢都不重视，认为手指发麻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麻一会呢，它就过去了就好了。那其实经常性的手麻背后呢，可能隐藏着庞然大物，千万不要不当一回事，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其实手指发麻呢，它是预示着疾病的发生，这是我们提前诊断疾病的一种快速方式。颈椎病是目前比较常见的慢性疾病，可能因为长期久坐不愿活动，颈部姿势异常，尤其是电脑、手机应用时间过长，使颈椎间盘发生退行性变，导致颈椎间盘突出，或是关节突发、增生或肥大。这些突出的颈椎间盘或增生的关节突呢，一旦压迫邻近的颈神经根时，便会出现手指发麻。当然，颈椎病除了手指发麻、感觉异常以外呢，还会伴随其他的症状，例如胸闷、胸痛或者是活动障碍等等。第二种情况，脑梗，如果出现突发的一侧手麻，如果还伴随同时侧面或下肢麻木，这需要高度的警惕中风。中风除了肢体麻木外，还可以出现语言含糊、肢体无力、抬起困难、口角歪斜等症状。当然，中风也可以单纯的表现为肢体的麻木。如果突发的手麻，怀疑中风时，需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第三就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患者血糖维持较高水平，长久以往对人体血管、神经造成极大的伤害，可以产生多种并发症，比如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者会有手脚麻木和感觉异常等症状。那么出现上述的症状呢，建议去检查血糖，到医院明确的去做一个诊断。一般当患者的手臂、手指发麻的时候呢，有可能已经患病了。这时候呢，也不一定是什么前兆，不应该消极等待，心存侥幸，要最好每年都去做一个例行检查。出现这种手麻的症状，应该马上前往你附近的医院进行诊断。手指发麻也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早期症状之一，严重的会关节疼痛。血管堵塞，因为血液不流通，也可以导致手指发麻。末梢神经炎，如果长期消化吸收功能差、营养不良，也会引起维生素 B1 缺乏致末梢神经炎，也会引起发麻，引起手部发麻。此时呢，只要注意增加一些营养，补充维生素 B1 就可以。腕管综合症，手腕受伤，比如骨折脱臼扭伤过度劳累都会引起腕横纹韧带的增厚，它也是手指发麻的症状之一。那么经常玩手机的人，还有电脑的人，也会有鼠标手。当人们经常用手机接电话，手肚的弯曲程度呢，往往就超过90度。长时间的保持通话姿势，就会使得此神经在肘管内受压或牵伸，会导致无名指和小指发麻，就形成了个爪形的手，或者拇指不能对掌。拇指和食指对指无力，手指不能分开并拢，也会导致手指发麻。慢性酒精中毒，常喝酒的人如果出现手指发麻的现象，那就预示着慢性酒精中毒，建议还要适量的喝酒，或者不喝，或者忍不住那就喝一些低度的酒。那么有以上的手麻的现象，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要耽误病情。下面教一下手指发麻的按摩方法我们可以捏压揉捏我们的内外劳宫穴，在我们的手掌的手心和手背有一个内劳宫和外劳宫。外劳宫所属的经络是经外穴，它的位置定位在左手的背侧。当第2和第3掌骨间
指掌关节后约 0.5 寸的地方。举穴的方法，伸臂扶掌在手背第2、第3掌骨间，从掌指关节向后半横指处就是此穴。那么劳宫穴所属经络手厥阴包心经，定位在手掌心，当第2、第3掌骨之间，偏于第3掌骨。握拳屈指的时候，中指所指的地方就是劳宫穴。取穴方法，握拳屈指，中指尖所指的掌心处，按压有酸痛感，就是劳宫穴。按摩方法，右手手拇指和食指岔开，拇指按在掌心劳宫上，右手的食指呢，按压在左手手背的外劳宫上。我们的拇指和食指一起起立，用捏压法，一按一松，一按一松，一边按一边揉，再一松开，捏压捻揉2到3分钟，然后再换成左手捏右手的外劳宫和劳宫穴，同样是2到3分钟。我们还可以按摩十宣穴。十宣穴所属的经络是经外穴，定位在手食指的尖端，距指甲游离缘 0.1 寸左右。我们10个手指尖上就10个穴位，可以2手交换按压，逐个手指按压。10个手指呢，大概按2到3分钟。三叉击八斜，八斜，就是在食指的第1至第5指缝端，指蹼缘后方赤白肉际处，2手共8个穴位。2只手的食指张开，手心向下，2手同时用力互击手压，一个创击再拔出来，互相创击再拔出来，连续不断的反复击2到3分钟。我们的内外关穴对手麻也有一定的作用。内关穴所属经络手厥阴心包经，定位在前臂掌侧，当曲池和大陵的连线上，腕横纹上2寸，掌长肌腱和桡侧腕屈肌腱之间。取穴方法，伸臂仰掌，微屈腕握拳，从腕横纹向上3指，在掌长肌腱以桡侧腕屈肌腱之间的凹陷中按压有酸胀感，就是内关穴。外关穴所属手少阳三焦经，定位在前臂的背侧，当阳池和肘间的连线上，腕背横纹上2寸，耻骨与桡骨的之间。取穴方法，抬臂扶掌，从掌腕背横纹中点直上3指间，在前臂2骨头之间的凹陷处按压有酸胀感，即为此穴。我们将右手的手拇指和食指岔开，拇指按压左手腕内关，食指按压左手腕背的外关。那么拇指和食指一起用力捏压按揉一松1到2分钟，然后再换另一只手，同样按压1到2分钟。此影片仅限于居家养生参考，不能代替医生诊断及治疗。关注简单生活，把健康养生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及时收到最新的养生妙招。